当解放之鼓响起的瞬间，那个从最弱东海出发，一路历经无数险阻的少年，终于到达了世界巅峰的绝境。在他之前的传说们，开启了一整个大海贼时代。现在，新世界的曙光已经出现，舞台之上，主角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路飞7个最强形态。首次登场于漫画387话，动画272集，路飞实力的第一次飞跃。在面对拥有练习时长超过2年半的 CP9 时，路飞切身感受到了双方之间的差距，然后一拍脑瓜子，想出了更厉害的招式，于是就有了2档，将双脚变成橡胶泵，提升体内的压力，加速血液的流动。橡胶人的身体因是扛住了急剧的变化，使得身体机能大幅度提升。路飞在6式的启发下，掌握了类似 T 的高速移动，2档主打的也是速度方面的提升。毕竟二叔说过，速度即是力量。有了速度，路飞原来招式的威力都上了一个台阶。后期2档发动不再需要摆 pose， 可以直接发动，甚至部分位置发动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。搭配上见闻色霸气，路飞能够以极快的速度闪避对手的攻击，战斗观赏性也提升了不少。至于大家很担心的消耗寿命问题，后期漫画已经没有再出现，2档看起来已经被路飞彻底征服。特别是在5档觉醒后，路飞不仅自身的弹力大幅度提升，还能把周围的事物变成橡胶泵，2档看起来都有点退休了。首次登场于漫画421话，动画304集。与2档不同，3档并没有交代开发心得，那没有交代的统一归为拍脑袋。个人觉得启发路飞3档的，应该是当年小花园上的2名巨人族船长东丽和布洛基。巨人族虽然看起来并不灵活，在速度方面没啥优势，但是在力量方面处于绝对的碾压。3档也是一个注重力量提升的档位，将空气吹入骨头的空隙中，使身体像气球一样膨胀，变出堪比巨人族的躯体，同时也有了巨人般的力量。凭借3档的拳头，路飞可以轰开过去那些无可奈何的阻碍和防御。不过这个档位最初有一个缺点，使用后身体会变小，让路飞看起来相当滑稽，在战斗中也非常危险。后期这个缺点已经被路飞克服，3档随便用，根本没有副作用。搭配上武装色霸气，3档的威力进一步提升。要么怎么说路飞有很高的战斗智商，总是能让他将不同的霸气和自己的优势结合起来。5档觉醒后，路飞可以直接变身橡胶巨人，相当于全身3档化，路飞直接就是高达，专治各种幻兽，也不禁让人浮想联翩。当年身体深处的那顶巨大草帽，是不是就是上一个乔伊波伊巨文化后的产物呢？首次登场于漫画478话，动画372集。俗话说黑化强10倍，更别提是塞进了100个人的黑影。梦魇路飞是一个昙花一现的形态，但不影响它成为一个经典。确切说，这不是路飞自己开发的形态，而是在莫利亚的银影果实间接助攻下完成的奇迹。人体只要被塞进了某个影子，就能将影子所拥有的能力全部转化为自己的力量，但需要很强的精神力才能控制住。普通海贼只能塞进2到3个影子，而路飞一口气被塞进了100个。这样搞的结果就是，路飞的体型直接变得非常强悍。乍一看以为是绿巨人，再乍一看以为是卡普附体，最后仔细一看，这就是后来的4档前身。梦魇路飞拥有非常惊人的战斗力，不仅拥有了各种战斗手段，还具备了超强的力量，可以吊打魔人奥兹。我都怀疑那会路飞拿了一张4环体验卡，可惜梦魇状态最多只能维持10分钟。影子从身体中逃脱后，本人实力也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梦醒了，真希望未来5档路飞有机会和莫利亚联手一次，说不定能突破100人的极限，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超级噩梦。首次登场于漫画784话，动画726集。路飞实力的第2次飞跃，4档是2年修行的成果。2年间，路飞跟随雷利学习霸气基础课，并且天天跟那些怪物一般的猛兽们战斗。为了降服他们，开发出了同样怪物般的力量。通过武装色硬化手臂后，将空气压缩吹入体内，使得肌肉力量大大增强，并且分化出了几个特点鲜明的形态。身上覆盖霸气花纹的位置，往往也代表这个形态强化的功能。弹力人就是4档最早出现的一个形态，体型和梦魇路飞有点相似，就是大幅度强化上肢，但是忽略下肢的那种，典型的健身卡只办了半张。这个形态下，路飞凭借强大的弹力，可以发动威力惊人的攻势，并且解锁了空中飞行、高速移动等 bug 技能。在武装色的加持下，皮肤的弹力甚至可以抵御锐器的伤害，算是把橡胶果实玩明白了。唯一的缺点是有使用时间限制，并且使用后有10分钟的虚弱状态，在高端局中可以说是非常致命。5档觉醒后，4档的一些招式也被融入到新形态里，比如这个爆摔卡老师的经典场面，也是大幅度强化上肢力量的招式。首次登场于漫画842话，动画806集。4档出现了第2个形态，并且当时是保护版。从霸气覆盖的花纹来看，
这是一个偏向强化腹部和下肢的形态，整个体型看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圆球，防御力直接拉满，所以叫坦克人。主 T 的属于是攻击模式也从原来的拳脚变成了肚皮冲撞一类的招式。隔壁村的肉弹战车直呼内行，原本橡胶身体的弹性被发挥到了极致，霸气覆盖了肚皮，可以达成一种既坚硬又柔软的神奇状态，甚至可以吸收对手刺剑一类的攻击，然后将这股力量反弹，加上强大的冲击力绝杀对手，可以说是一个主打防守反击的形态。五胆觉醒后，路飞进一步增强，已经到了可以根据对手武器自适应变化的程度。坦克人这些招式就变得有点落后版本了。首次登场于漫画895话，动画870集，4胆出现的第3个形态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蛇人已经很像是觉醒前夕的形态，没有了弹跳人和坦克人那样夸张的体型，身材变得更加精瘦，所以这个形态主打的也是速度，以极快的攻击速度主打一个突防。蛇人的拳头可以像导弹一样快速出击，并且能在半空中多次变向，最终以难以预测的角度击中对手，整个过程都极为迅速，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有着超高闪避力的对手。首次使用就是为了战胜10亿强敌，见闻色能够预见未来的卡塔库利。后来在鬼岛决战中，蛇人形态搭配霸王色缠绕，也对卡老师输出了成吨伤害。果然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。首次登场于漫画1044话，动画1071集。路飞果实觉醒后的全新形态，被其称为自己的最高境界。在保持原来橡胶身体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增强弹力，同时获得了更强的腕力和自由度。手中接触到的物体可以被同化为橡胶，也可以用橡胶凭空制造出新的道具，似乎还具备了动物系觉醒后的坚韧生命力。一句话概括，堪比开挂的超级能力。但它所象征的太阳神尼卡的力量，也许还隐藏着更重要的秘密，对伊姆和五老星有着极大的威胁。世界政府800年来一直想要回收这颗果实，却一直没有成功。结果阴差阳错被红发香克斯带到了路飞的故乡黎宾岛的风车村，又阴差阳错被拥有地之名的少年吃下。一切也许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命运使然。拥有了5档的路飞，最终将凯多击败，解放了和之国。后来又轻松拿下同样获得了觉醒能力的老对手罗布路奇。这股力量的精彩表现才刚刚开始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路飞各形态的盘点啦，哪个形态是你最喜欢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。我是朱尔本，我们下期见啦。